大家好，嘟嘟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舅舅与大家分享杏仁饼做法。杏仁饼香香脆脆，很好吃，大家可以先做一点试试，喜欢的话可按照舅舅的食谱翻倍多做一些。也对，请放心，很好吃的。牛油预先室温下软化后取160克，舅舅今天用的是咸味牛油。糖粉80克过筛，这甜度适中，真不能接受甜的朋友就适量再减一点就好。将过筛后的糖粉加入牛油内，稍微拌一拌匀，一会机器搅拌时，糖粉才不会溅到四处都是。搅拌个1-2分钟后，用刮刀将粘在料理盆边的牛油刮下，再继续搅拌至牛油呈乳白色。好了，像视频中这状态就行了。接着将要用到的粉料全部过筛：中筋面粉150克，玉米淀粉10克，30克杏仁粉，这个在一般烘焙店都能买到。好了，将这过筛后的粉料分2至3次加入牛油内，一样拌一拌。最后再用搅拌器拌匀就行了。好了，将拌匀后的面糊匀分成2份，取10寸方模2个，在底部涂上一层薄薄牛油，烤箱后的饼干才不会粘底。再勺入半份的饼干面糊，这食谱可完成这样的10寸方模2份。然后再用直刮刀将面糊抹平。相较其他粘饼，这杏仁饼做法还算是非常简易的，一点都不难，大家真的可以试试。制作过程中若遇到任何问题，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，让我们一起讨论，一起学习。抹成像视频中这状态就可以了。饼干烤熟后，表面的小孔会自行密合，不要担心。另一个也一样处理，然后放入预热后的烤箱内，180摄氏度烤15分钟。时间到，将烘烤熟的饼干取出，趁热切成片状，大小随个人喜欢，想切成方形或菱形都可以，完全可以按照自己喜欢来。切好后，将饼干搁置一旁，待完全降温。蛋黄1个，1小匙牛奶，再加入1小匙食用油拌匀。将蛋液过筛，会比较细致。接着将蛋液涂抹在冷却后的饼干上。再取出适量杏仁片铺上点缀，记得再涂上一层蛋液，这样烤箱后的饼干色泽才会均匀好看。放入烤箱，再多烤个8至10分钟。基于各家烤箱温度有别，烘烤时长还请大家自行稍作调整。总言之，将饼干烤至金黄色就对了。烤箱后的饼干部分会粘合，
用织刮板按着切痕再次切开就成了。待烤箱后的杏仁饼完全冷却后，用个密封罐子收纳，避免受潮。成品2周内用完，比较新鲜。杏仁饼色泽金黄，好好看，酥脆可口，真好吃。是的，这是舅舅今年向大家推荐的第1支年饼视频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若有舅舅说不清楚的地方，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内留言提问。如果可以来杯黑咖啡就更完美了。香脆杏仁饼，喜欢就试试吧。若身边有朋友想试试，就将此视频分享给他们吧。谢谢大家，大家再见，嘟嘟爱你们哟。嗨，大家好，嘟嘟又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再次回来我们的频道。舅舅今天要做什么呢？今天来做杏仁酥，这是网友的点餐。会难做吗？不会，像前面2支年饼视频一样，非常容易。只是杏仁酥做法多样，希望舅舅的做法大家也会喜欢。首先，将120毫升食用油倒入料理盆中，此食谱只需要一般食用油、玉米油或向日葵花油都行，如此一来才不会混淆了杏仁的香味。接着，将80克糖粉过筛加入，这糖粉是舅舅自己处理，比较纯正，因此80克就足够甜了。如果您的糖粉是购买的，可以添加至100克。甜度可以自己拿捏。是的。接着加入1/4小匙盐，在一起拌匀。加一点盐可以提升糖的甜度，当饼干化在口里时，味觉上比较有层次感。甜中带点咸，不甜不腻。可以这么说。接着筛入180克低筋面粉，这低筋面粉分2次筛入，方便拌匀。先筛入一半，再稍作混合，将湿性的油糊与干性的粉料先做个初步的拌合。接着再将剩余的面粉完全筛入。过筛时，最后残留在筛网上的粗颗粒，可用手或刮板搓一搓，就通过筛网，才不会造成粉料的损耗，而影响到最终成品品质。接着，筛入食用苏打和发粉各1小匙，这发粉又称泡打粉。这2种粉料都属复配蓬松剂，能让成品更酥脆一些，少量摄取对健康不会造成影响，无需担心。对了，嘟嘟在这里再次向大家致谢，谢谢大家的温馨留言、订阅与分享。舅舅也要谢谢热心厚爱的朋友，不吝赐教，常给舅舅提出宝贵的意见，祝彼得与嘟嘟成长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最后再筛入120克杏仁粉。这杏仁粉是买现成的吗？是的，这杏仁粉非常普遍，到处可以买到。如果将杏仁粉换成青豆肥，就变成青豆饼了，是吗？只要做些小调整，理论上是成立的。关于青豆饼，舅舅有个很完整的配方供大家参考，欢迎大家可点击右上角视频。接着，继续用刮刀将材料以切拌的方式混合，尽量从底部翻拌起，这样才能避免底部残留干粉状态。当所有粉料混合成松散小颗粒后，这说明此时粉料已经被油糊吸收了。接着可用手将松散小颗粒面絮聚合成团，
此时千万不要用手大力或过度搓揉，这会是怎样？这会导致面团出筋，同时也会造成烘烤后的成品收缩变形，最终影响成品酥脆度，变成硬硬的，是吗？对。最后用手抓起一小斤面团，轻轻一捏，面团不松散，就可以开始给饼干塑形了。前2支粘饼视频，花生饼是用手塑形，另一支影片巧克力曲奇是用挤的。今天又要出大招吗？没有，今天这做法更简单。拿出一个塑料袋，一边剪开，勺入适量的面团，将塑料袋覆盖上，再用擀面棍将面团擀成约1公分的厚片。将两面整平，尽可能保持厚度一致。接着，将覆盖表面的塑料袋掀开，将模具沾点干粉防粘。这用的是什么粉？一样是低筋面粉。接着一片片按出。哇，真的很容易，我也会。是的，很简单。舅舅，如果没有这模具怎么办呢？那也没问题，这可以用刀子切成一片片，也可以用手搓成一颗颗小圆球。随心所欲。只要自己喜欢就行，是这样吗？是的，制作饼干很简单，只要配方成分对了，造型方面真的可以天马行空，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来。对，但是造型上要记住3要点。哪3点呢？在同一烤盘的成品尽可能保持大小一致，还有厚度和形状也要一致，这样才能同步烘烤至熟。您讲得很详细。形状、大小、厚度，明白了。烤盘铺上一张烘焙纸，再将一颗颗生坯放入。取一颗蛋黄。再加入食用油与清水各1小匙，拌匀后再均匀涂抹在生坯上，加了油和清水稀释的蛋液，饼干烤熟后油亮亮，不会有焦灼的感觉。嘟嘟，每一年岁末的时候，舅舅和舅母最喜欢在夜深人静时制作这一类粘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完全不需要机器搅拌，不会打扰到家人以及左邻右舍。夜深人静时静静烘焙，真的很减压，特别疗愈。每年都要做很多吗？约10个口味，共100多罐。是有出售吗？没有，你想到哪去了？就纯粹和亲戚朋友分享，感恩大家1年来的关爱。庆幸我是您的亲戚。那你要先学会关爱哦。那是必须的。接着取一片杏仁片铺在表面上，这样点缀很好看。对，比较能够凸显出饼干的特色。除了杏仁片，还能用其他的吗？可以，这杏仁片可以用其他坚果类取代，而且都不用烤熟。在杏仁片上再抹些蛋液，这样烘烤后的色泽比较一致。这纯粹是个人喜欢。预热10分钟后的烤箱，160摄氏度烘烤30分钟，各家烤箱性能有异，此部分还请自行调整。烤熟后的饼干，冷却后才能享用。很漂亮。是的，外表很清爽，色泽上很统一，没有参差不齐的感觉。
而且很简单，前后才1个小时左右。是的，量少也有关系。此食谱完成后共69片，刚好装满1罐。这真的如您所讲，表面没有焦焦的感觉。一起来试个味吧。品尝饼干的美味，不外乎是享受其香、酥、脆，口感上的满足。在制作过程中，只要将制作材料稍作调整，或改变一点操作方式，就能呈现出不同的风貌。制作年饼真的不需高深制作技巧或很长学习时间，只要愿意试着做，谁都可以做出美味可口的饼干。真的，这点嘟嘟很认同。各位夫妇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制作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，千万别找我，找舅舅，千万记得哦。喂，你。